3000多年前，一组神器在四川问世，神树、神坛、神杖、神像、神兽，一群古人放飞想象，试图铸造出一切可与神灵沟通的器物，祈求获得神力加持。但这一切终究不过一场幻梦。直到3000多年后，另一组神器再次问世，他们飞入云霄，驾驭狂风，驯服江河，甚至遁入大地。终于，古人的想象成为了现实。这不是神话，这就是四川德阳的故事。自古神器出世，都离不开一块天选宝地，这就是德阳。千万年来，它所在的四川区域历经碰撞、隆起、下陷，最终被三媒围合成一个行星尺度的超级结界，而德阳也恰好位于结界之中。西部龙门山如天神一般守护，东部平原与丘陵依次分布，高山与气候带来充沛降水，在此汇聚出绵远河、石亭江、鸭子河等一众河流，从此沃野千里，火往异步。但即便风水宝地，神器也不会从天而降，除非德阳能聚集一批神功巨匠。这是一群神秘古人，他们长啥子样子啊，讲啥子语言啊，写啥子文字啊，至今仍是谜团。但可以确定的是，自5000多年前，他们从结界之外进入成都平原后，就再也不愿离开。终于，村落变成了家国，而它的王都就在德阳。今天，我们叫它三星堆。三星堆不只是遗址，它的真实面貌是一座天选之城。将它复原，你会看到这座城市水网密布，遍地农田。一条大河从城北蜿蜒而过，一条小河在城中穿行。它的面积不仅有3.6平方公里，而且布局井然有序，即便在当时，也绝对算是遥望雪山的最美城市。不过，这只是表象，它真正的身份是一座神器工厂。为了巩固统治、强化神权，三星堆的统治者们需与神明保持紧密沟通，其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创造神器，不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神器。于是，这尊世界上同时期最高大的青铜人像现世了。还不够，没关系，一尊可能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神像组合现世了。还不够，没关系，一尊三星堆体量最大的神器现世了。青铜神树，即便它出土时并不完整，但高度已近4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青铜文物。它是如何铸造的？让我们试一下当时最流行的翻铸法，通过制模、翻制内外翻、浇铸铜液等操作，完成一体铸造。那么，它能铸造青铜神树吗？很遗憾，这一次你失败了，因为这种方法只能适配造型简单、规格不大的器物。而此刻你要面对的是整个三星堆造型最为复杂的青铜神器之一，咋个办呢？答案是分段铸造，逐阶组装。你没听错，在古老的三星堆，匠人们不仅将翻铸法升级，在零件内部安装新撑与新骨，防止断裂，再依次生产出青铜神树的各个零件，铜铃、果实、枝杈、神鸟，然后组装部件在接口处浇筑铜液固定。就这样，一颗在古人眼中可连通天地的青铜神树现世了。当铸造技术得以进化，就再也没有谁能阻挡古蜀人的想象力了。他们疯狂地铸造出一排排神像、一座座神坛、一尊尊神兽、一棵棵神树。截止目前，三星堆遗址8个祭祀坑共出土4000余件完整器物，
总发掘面积还不足整个遗址总面积的2/1000。难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下，还有多少神器尚未现世，而他们又是啥子样子呢？但现实是残酷的，即便古人以人力穷极天工，神也从未降临。这些精妙绝伦的器物终究无法阻止洪水，无法阻止战争，无法阻止王权更迭，无法让一个国家永远强大。三星堆还是落幕了。但德阳神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是一堆奇形怪状，甚至看上去还有些笨重的金属构件，对吗？不要急噻，现在请和我一起让神器归位。这下你还觉得他们普通吗？这就是德阳在3000年后创造的又一个神奇世界。这些看起来普通的钢板，厚度竟然超过了40厘米。来，让我们凑一块戳一下。哪个能想到，这些湍急的钢板们可以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筑起闸门，可以撑起世界上最大的穹顶结构国家大剧院，甚至跨越大洋抵达南极。这就是1974年德阳第2重型机器厂研发的大型闸机，从此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特宽特厚钢板的历史。而这组长相更加奇特的构件，又是用来做啥子的呢？拆开它的外壳，你会发现这些转轮直径达11.3米，而一个叶片的重量就有42吨。这就是1981年德阳东方电机的工程师们为果洲坝水电站研制的水轮发电机组。直到40年后的今天，它的直径尺寸仍保持世界第1。不仅如此，在它之后，德阳先后研制出70万千瓦级、80万千瓦级，乃至世界最大100万千瓦级的水电基础。他们撑起了长江1800公里上的6座超级水电站，甚至不久之后，他们还将前往青藏高原，在那里，一条名为雅鲁藏布的大江正在等待它的降临。还有更强大的吗？有哦！你看这台机器，是不是外形有些可爱？但它是锻造神器的神器。这台巨型液压机最大磨锻压制力可达10万吨，约等于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如此万钧之力，居然可以压鸡蛋。它的可控误差极小，甚至能够紧压碎外壳而不破坏弹膜。那么，这台打破世界纪录的机器能锻造出啥子呢？来噻，展示！国产大飞机 C919主起落架，以及它身上最大、最重、最小等超过130件磨锻件，都是由这台机器生产哦。但铸造它们难度可想而知，除非德阳拥有的是满满1层的神器工厂，是数以万计的当代神工巨匠。故事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应对紧张的国际局势，国家决定将沿海一带的工业核心设备与人才纷纷迁入西南、西北等3线内陆地区。那场无数人记忆中轰轰烈烈的3线建设开始了。而德阳凭借建国初期的工业发展基础、区位交通等优势，再次成为天选之地。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坐上了前往这座川西小城的绿皮火车。10余年后，他们就在德阳建起了国际重壮、东方电机、东方汽轮机等一众超级工厂。正是他们为中国制造出了60%的核电机组、50%的大型电站铸锻件、40%的水电机组、30%的火电机组，以及20%的风电机组。他们早已不只是一个个一组组零部件，他们是14亿中国人的拳头、骨骼、臂膀、脊梁，甚至身躯。而德阳
也随着这些神器的诞生和进化，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它不再是60多年前的农业小县，而是一座人口超过380万的现代化工业城市。走在今天的德阳，高楼林立，公园密布，半城山色半城湖。唯有偶尔驶过的巨型卡车，才会让你想起这还是一座重型装备制造之都。进入21世纪，德阳从传统工业蜕变，人们主动关停矿山，变成大熊猫栖息的家园，建起人工鸟岛，成为了候鸟们迁徙的站点。而那些神器工厂也将目光投向全球尖端制造，风电、太阳能、水电、核电、气电、火电，最终进化成世界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生产基地。也许今天绝大部分的人来德阳，仍是为了一睹三星堆的风采，但我们的目光还应该投向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上。除了买一幅绵竹年画，尝一碗最正宗的中江挂面，吃一桌最地道的德阳干锅，我们还应该看见那些至今仍在德阳不断增加的传奇工厂，那群人从五湖四海赶来，操着各地方言的朴实面孔，仍在以平凡之躯铸造中国神器。